2024年8月16日，一位37岁的泰国女性佩通坦担任泰国总理，震惊了全球。有人惊讶于她的貌美年轻，有人揣测于她的背景，有人甚至开始担心她的安危。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聊一个问题：佩通坦上任以后要如何与泰国的王室相处？大家都知道啊，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泰国啊，王室具有最大的实权，而且权力无比巨大。他不但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而且拥有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泰国王室有多豪呢？泰王的财富要比英国女王还高82倍，以近2627亿美金的资产，脚踩全球王室，问鼎世界第一。所以现在泰国最大的 boss 老板就是泰王拉玛10世。他的祖先呢，已经牢牢地奠定了把王室和军队掌控一体的传承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先来梳理一下泰国王室的前世今生。1782年，泰国王室扎克里王朝正式建立，第一任泰王也就是拉玛1世。他上位后就开始发动战争，跟越南打，跟柬埔寨打，周边邻居一遍打，被泰国人民尊称为大帝。那第一个泰王他就深刻明白了王室想要坐得稳，军权必须牢牢抓在手的生存原则。这一点几乎成为了泰国王室200多年来传承的一个重要心法和秘诀，祖传秘诀。这个时候希望大家点击一下关注啊，就在这里点击一下关注，谢谢大家支持。泰王拉玛2世和3世也开始模仿西方建造一个现代的人民政府，他们借鉴了英国在印度和柬埔寨的统治方式，在新政府里面还设了内阁、总理还有委员会。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王朝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国家和权力。所以到了拉玛5世，他感叹自己国家的衰弱，震惊于德国军国主义下的国家富强，是他专心致力于军队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军队改革。现在泰国人人害怕的征兵令就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他还借助军队的委员会来进行全国的财政收税，借助这2种方式控制了军队征兵和军队财政，再一次加强了泰国皇室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到了拉玛9世的时候，泰国王室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所有领导权，而政府呢却只有行政权和立法权，而泰王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实际权力的君主，宇宙最强王室。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说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总理佩通坦。她真的是一个出身豪门的白富美，本来她的生活就是一直生活在 Instagram 的那种人设，名牌、奢侈、私人飞机、豪宅的前总理女儿的白富美的生活。关于她的消息呢，一般都是一些花边新闻，其中最典型的标题就是她姓女儿和英拉同框，衣着奢华，美过姑姑。结果画风突变，她就突然从一个名媛变成独立自主的政界女强人。到了2021年，泰国维他党举行了年度大会，佩通坦的画风突然发生了大的转变。她扎了一个高马尾，非常简单的高马尾，红 T 恤、牛仔裤、平底鞋。佩通坦一身干练而充满朝气的平民装扮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家都知道啊，佩通坦的爸爸是前泰国总理他信，他的姑姑是前泰国总理英拉，他的姑父是前泰国总理宋差。说句话，这就是最牛叉的家族，专门出泰国总理的第一家族。虽然我们前面把历史梳理了一遍，泰国那边的实权是真正的掌握在国王的手里，军队只听国王的命令，他们是君主实权制。所谓总理呢，相当于丞相，相当于高级打工人，就相当于 CEO。那么国家大部分事情呢是丞相在处理和协调，但是丞相和总理无法直接指挥军队，特别重大的事情还是要跟国王汇报，拿到批准才能干。国王的核心利益是不准碰的，谁碰谁死。前总理他信啊，那是相当的厉害。他祖上经过3代人的奋斗，已经超级有钱。东南亚这边很多的华裔从广东、福建跑去那边挣钱，换了那边的姓，但是他们确实是华裔，也会回中国认祖归宗。
但是他们基本上在文化和理念上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对中国呢有个10%到20%的亲切感。离开越久，亲切感就越稀薄，利益还是第一重要的，没有利益，亲切感分分钟消失给你看。他信家族在泰国经济、军事、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信的伯父是军队的将军，他的堂兄弟是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信他自己本人也是泰国的首富啊，生意遍及地产、电信、金融、丝绸等各个领域。那么再看啊，他信是2001年到2006年任总理，宋差呢是2008年，英拉是2011年到2015年。可以说泰国的政坛是连续被他信的家族垄断的。泰国因为实权在国王手里，所以丞相这个位置啊真的不好做，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被赶下台。他信是第一个做完一个任期4年的总理，但是第2任期还是被赶下台，因为他给底层分配利益。老国王觉得他在收买人心，意图夺权。2006年就随便安了一个罪名，说他贪污受贿，让军队直接把他赶下台。2008年，宋差上台，不到1年的时间又被赶下台。2011年，英拉上台，做了4年1个任期，也被赶下台。他信啊，后来被老国王通缉，在各地流亡。我有个朋友啊，他认识这个他信，说他信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过。英拉呢，后来也被通缉，逃出来之后呢，主要生活在广东的汕头。这一切问题的根源还是对王权的看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立身的根本。泰王掌握真正的实权，你们下面怎么搞选举随便搞，但是你动到我的利益，那你就不行了。我要么解散你的政党，而且此生不能从政。他信就是因为动了这一块蛋糕，他本人和妹妹都被赶出了泰国。但是这一次在2024年，他为什么要站在国王这一边呢？那我个人的猜测啊，就是他信和现任的国王拉玛什世进行了一次谈判，他最终决定要站在国王这边，打击一切更为激进的党派。所以泰国国王允许他信回泰国呀，但条件是新成立的政府不能反国王，不能反军方。就在2023年8月22日，维泰党萨坦当选总理的前几个小时，在外流亡15年的他信乘坐专机抵达曼谷，甚至在现场还有大批的支持者在机场欢迎他，举着那些牌子。他们在航站楼啊停留了3分钟之后，守候在机场泰国警方就逮捕了他信。但是逮捕他信只是做做样子，走走流程，毕竟老国王说要通缉他，新国王呢也不能把老国王的命令当儿戏，对吧？这套戏得做好。但是整个流程走得非常快，上午9点25分抓住他信，10点20他信就被押到了泰国最高法院出席判决听证，就1个小时的时间。11点他就被判8年有期徒刑，被送往曼谷的特别监狱。下了飞机才2个小时就服刑了，这个司法速度快得让吃瓜群众都反应不过来。这是泰国吗？这么快！2023年9月，拉玛什世发起特权，他把他信的刑期减为1年，但实际上也就坐了6个月的牢。2024年2月，他信因为74岁高龄啊，身体不适获得假释。然后到2024年8月，前任总理赛塔完成了历史任务，下岗。他信走完了全部流程，泰国法院随便找了个理由让赛塔退位。他信的小女儿佩通坦成为了泰国的新总理。历史啊兜了一圈，最后还是他信获得了泰国的实际政府权力。15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慢也慢，但是他信还是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不过这次的代价是从一名温和的照顾底层利益的人，变成了年轻人痛恨的保皇派。所谓泰国37岁女总理换汤不换药，其实还是他信家族换了个人上台而已。不过这次他们妥协了，跟拉玛什世国王在一起，对付更年轻、更激进的政治党派。但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泰国国王应该是非常慌的一批。你看，都什么年代了？2024年。很多年轻人都不可理解和受不了见到王室要行那么屈辱的匍匐跪拜礼。
更受不了王室占有泰国那么多的资产。但是泰国的贫富差距竟然那么大，20%人口占据了80%的资产。泰国的80后和90后都受过现代教育，拉玛十世无法消除人心的变化，年轻人还是会一波一波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心声和想法。所以至少在第一个4年任期内，我个人觉得大家不用为佩通坦而担忧，因为他姓家族和国王的交易已经初步达成，4年任期做完肯定不是问题。佩通坦确实是拉拢泰国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筹码，只要董事长和 CEO 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和平衡，这场戏大家一起演又何妨？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那我们下期见。